Hello， 大家好。那么这一期视频我们分享的是形体系列，形体系列放射层次结合堆积层次的一个组合，它有一个名称叫做夹角弧。有来学过的同学应该都知道夹角弧，它也是非常能够去让我们去练习锻炼剪短发的一个形体的控制一个很标志性的一款发型。好，我们接下来开始修剪。在剪之前，我们看一下分区，侧中线，侧区就一个分区，后面是2个分区，这里分到2指到枕骨点圆弧形的上下区域分开。分好区域之后，我们开始裁剪。首先从我们的后面中心线去分出第一片，下区我们使用的是放射层次，从中间第一个垂直发片逐渐向外侧定点1、2、3、4、5、6、7，从垂直到斜向。再到水平，这种画一个扇形的一个分方式。头位微微前倾，下面我们需要去做收紧处理，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的角度提升要在水平不要低于水平。长度控制在3到4指位左右，不要短过3指位，不要短过3指位，3到4指位左右。来，第一刀，逐渐跟随我们的分区去向下去降角度。好，第一片完成。第二片，我们还是从第一片这里去做分区，放射区分，还是从第一片这边去做分区，放射区分。将第二片同样拉到我们的90度拉到水平的位置，并且保持我们的发片是原位去做提拉，找到刚才第一片为导线，切口跟随这个分区线，我们向下去降，边剪边去转动我们的头位。第三片还是从第一片这里斜向前的区分，来看我们的分区将每片头发呢，我们都是拉到90度，不要低于90度，不要低于90度。第4片从第一片分的对应的位置呢，大概是在耳孔，在耳孔左右。来，继续由下向上去做梳理，保持呢头发拉到90度，并且我们身体的站位不要站到转角外侧，尽量站到转角内侧向内侧去站。将转角外侧头发呢，我们带到转角，就是切口不要去走圆过去我们从这个方向去看是往里面去带的不要去向外侧去带，这样尽可能的话使这个地方不要剪得过短不要剪得过短。那么剪完之后呢，这个颈侧点最低头发它是最长的，稍后呢我们再去定这个长度。再来分到耳上点这一片分到耳上点，将头再回正一些。来继续始终还是保持我们梳子由下向上拉到水平，拉到水平。拉到水平。最后一片跟我们的分区的斜度以及分区的高度这里保持一致，不要去剪到我们下面的长度了不要去剪到我们下面长度了。那么这一片剪完之后，我们还是需要去什么向上向上把最表面这个角把它剪掉，上面要抹圆一点点，因为在头型最宽的这个区域，我们不需要去保留长度跟重量去进行收窄另外一边，从第一片这里斜的去做放射，只要是形体系列发型，它都比较能锻炼我们的控制力如果说是你们功底剪短发比较薄弱的，要去多去练习形体系列。来，再来拉到我们的90度，
紧接着继续从原点去做放射。剪右侧容易剪得比较重，所以你要习惯性的干嘛？由内向外，你看这样反着去梳，这样才可能尽可能的再去剪右侧的时候呢，把这里发根完全给梳透，拉到90度。当剪到了转角外侧，看这里不要向前去走圆了，要尽可能将头发呢带到发际线以内，带到发际线以内。再来继续，越往上将头回正，越往上的时候将头回正，都是由下向上去做梳理。转角外侧这里拉起来，带到转角里面，摆上，这是第6片。那么后面这里呢，大概分7片左右，分7片左右去做裁剪。发根一定要完全梳通透，并且角度拉到90度。如果说同学们呢能把这些形体系列把它给剪出一个7、8分，那么我们再去剪2分区系列，那么你会更好的去掌握它。这个是有阶段性的。再来，那么这一步剪完之后呢，我们要去将表面拉高于水平，把表面这个角我们去抹掉它。这一步剪完之后呢，我们开始去收底线的长度了啊，去收底线长度，这样去切底线长度。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想底线立体一点、厚重一点，就直接这样去定，大概剪掉2个指位。那么也可以呢，先去做一个角度提升啊，先大概去设定一下我们的后区长度，然后再去切啊，这样会好一点点。相对来说，底线柔和度会强一点点。我们先大概的先提拉起来去定一下，剪掉大概1个指位。提拉完之后呢，我们再去定底线长度。发际线越低，那么这个层次剪完之后，底下会拖得越长啊。发际线越低的，这样层次剪完之后，底下会拖得越长。之后呢，我们再去定一下底线长度啊。紧侧点最低的肯定是最长的，这里我们只需要去向前去带，把这里最长的地方呢，我们去剪一下，把这里最长的点剪掉，保留住外侧头发长度啊，保留住外侧耳后点地方的长度，并且将发根你看左右去梳啊，将发根给梳活。保留住耳后地方长度，像这边呢就可以了。这边也是一样的，把紧侧点最低长度，我们就剪掉它，可以向前去做梳理。同样也是保留住我们耳后点这个长度啊，不要被剪短了。底线一定要干净，再去剪上区之前呢，底线的长短以精致度。一定要剪干净。好，当我们的下区完成之后呢，我们开始剪上区。来到上区，我们先从后面这里中心线分开。上区我会剪一个三角啊，三角堆积，斜向前去做分线。所以说，先从这个中线把它分开。分开好之后呢，我们可以去看到底下的这个点啊，这里分了一个厚度。大概是我们手指能控制的2指位左右的厚度啊，刚好手可以去夹住的厚度。斜向前啊，斜向前大概30度左右的一个分区。你也可以说左右两边同时进行，
你也可以这么一边一边剪啊，这些都不是问题。来，在分区里面呢，再去做斜的小发束分缝啊，去做斜的小发束分缝。来，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导线跟它做不连接，不连接在1指位左右，并且发片提升角度是在45度左右。我们这样去看是水平啊，水平大概降一半，因为头位是前倾的，你可以比一半稍微高一点点。来，看到下面这个导线，做大概1指位左右的不连接啊，不连接。继续斜的去分区，这里头型较宽的，我们可以原位去剪；如果说头型较窄的呢，我们可以去做靠位，轻微的向后面一片去带。来，去观察我们的落点啊。在耳垂附近啊，从横向去看，在耳垂左右。这里我们分3层即可啊，1、2、3，分3层即可。在每一个大的分区里面呢，我们去做这种斜的小发片分区，找到下面这个剪切口的延伸，逐渐这样修剪过去。边剪边去转动，去移动我们头的位置啊，头不要一直往前去倾，不然的话会对我们的落点啊，对我们的形状有影响。跟着头去转啊，只有跟着头去转呢，才可以确保我们到了转角外侧。这个形状才不会剪得过斜，导致过长啊！必须要跟头去转，刚好要跟下面这个角呢是错开的啊，跟下面这个夹角是错开的啊，就上区归上区，下区归下区，跟夹角错开啊。就再去拉到这一步的时候呢，你只需要去找到上面的连接点，跟底下是没关系的啊。你看，跟底下是没关系的。错开的啊，是错开的。头顶区域越接近头顶区域呢，我们头位就回一下啊，就回一下，从发根完全梳透，发根这里完全梳通透。好，由上往下再去延伸。那么这样呢，我们后面这个堆积面，各位看就建立好了啊，就建立好了。这个夹角它自然也会出来啊，也会出来的。好，我们剪另一边堆积，再去剪右侧呢，我们需要去注意到分区的厚度以及分区的斜度，我们必须要跟左侧保持一样的，并且把左侧的同样的高度我们分出来啊。这样才可以确保我们可以找到同一水平面的导线啊，去增加左右两侧的一个对称性。第一片从我的中心线这边开始去起刀，从中心线这边开始去起刀，找到左边长度，以它为引导。将发片轻微的向后面去带。边剪要边去转动我们头的位置。这里呢，我们剪完每一层之后啊，一定要去观察，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去观察落点。你或者说我们拉起来去看啊，它都是连接的，才可以。好，越往上，头位的高度去回一点啊，再向上，继续啊。你看我到第二层，我还是将头顶的高度分出来，
找到同一水平面的导线。边剪边去转动我们头的位置，并且发片提拉角度一定是找到下面这个切口面的延伸，因为是剪堆积，这个角度都是低于水平，头位是前倾的，你可以去提拉比45度略高一点点，再转动，边剪边去移动头的位置。越接近转角，要跟着这个头型的圆，这样走过来，避免把上面这个形状剪得过长向后带得过多这样是不可以的。所以你要转，你看要转，头不转的话呢，我们人也要转。那么并且呢，我们会在第二层我们从后面去看，在第二层去判断这个高度。发现问题可以去及时去做修改，这边转角外侧可以再稍微收一点点，再去修改的时候呢，发片可以稍微分厚一点点了，我们只需要去磨一部分就好了，不用去改太多，去磨一点点，因为右边容易较剪得重，磨一点点，跟下区没关系打磨一下。头点区域，我们将头回正，同样的角度提升，不要超过水平，不要超过水平。这样呢，我们整个这个后区下收紧，下面是放射层次去除，上面是三角的形状堆积，就完成了就完成了。刚好上面这堆剪完之后呢，要跟底下这个角，你看是错开的是错开的这个夹角它就会出来。好，我们来到侧区。侧区我们分出大概2指位左右的一个厚度，水平分区。侧区整个都是一个低角度低角度，我们要剪得非常非常立体，非常干净，偏厚重的一个形体，表达质感。来，这边我们是要去找到后面这个重量，不是去找到后面这个底线是找到后面这个重量，以它为长度参考。找到后面这个重量，以它为长度参考。低角度低角度。侧区轮廓剪一个三角的形，看一下是跟后面这个重量是连接上的。刚好这个夹角就可以被体现出来。我们再去把里面这个内角边角点最低的地方原位向下，把它抹干净，直到看到这个轮廓非常的立体再去分一层，这里分到了我们转角区偏上。那么这一片呢这一片在这个大的分区里面分斜的发片，同样也是低角度各位也是低角度去做衔接低角度去做衔接。
越往前，我们的角度会越低。发际线贴紧头皮，得到一个三角的一个轮廓啊，非常非常干净，非常非常立体。头顶区域，同样我们也是分斜的发片。越往上呢，我们的角度会越高。刘海地方前面发际线，我们都是贴着头皮啊，贴着头皮向下，跟后面去连接上，这样呢，它就会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干净啊，非常非常立体的一个轮廓。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夹角弧线啊。好，另外一边。分出发际线上面大概2指位的厚度，低角度啊，低角度，发片稍稍的向后面带点偏移，稍稍的带点偏移，然后一定要去找到后面这个重量，找到这个重量，以它为导线，低角度。看一下。跟这个重量去衔接啊，跟底下长度没关系啊，是跟这个重量，让这个夹角跟它是错开的。可以去检查一下底线的干净度，可以去磨一点点。内角磨掉。尽量使轮廓呢这种干净一点啊，因为我们表达的就是立体，就是厚重。这些头发也是非常能让我们去练习基本功的头发。转角侧面再分一层，在这个里面再去斜的分区，低角度。越往前面，角度越低，贴紧头皮去做梳理，啊，贴紧头皮去做梳理。顶部最后一层，跟后区是连接上的，跟下区呢也是连接上的。你需要去注意的是呢，我们的手要跟着头去绕，啊。跟着头去转，贴紧头皮，你看向下找到前面的导线，最后一片，那么这一步剪完之后，我们再把刘海交叉，把刘海交叉的检查一下。那么这个跟分什么分线没有关系的啊。我们这一遍交叉剪完之后呢，它是什么分线呢？我们再去单独去分，交叉剪一下，这样就 OK 了啊，这样就可以了。如果说它的分线我们是有点中分偏一点点的，就直接这样分，中分偏一点点的。形体系列呢是不需要去做的柔和啊，柔和的发型是在2分区系列里面啊，形体系列我们要做的稍微的表达干净啊，除非有一些我们是碰到三角跟圆的组合的时候，像这些形体
它相对来说比这样的形体会更柔一点只要是整体是偏三角轮廓的形体呢，我们都会剪得会干净、立体、厚重像我们第一款形体是立体的，然后第二款是三角跟圆的组合会柔一点。那么这一款呢，我们还是以三角为主所以这款也是非常干净立体的。这个夹角弧是我们的基本型系列非常标志性的一款头发好，像如果说碰到一些比较翘的，底下可以用牙剪、发根可以打一下打一下。像里面呢，我们就不用去牙剪不需要做了，我们需要去保留头发的重量这时候我们吹干吹干之后，我们再去进行精修外线。好，我们现在吹风完成之后呢，开始去做精修。这种固体的形体系列，千万不要去打得过薄，去量过多，不然会丢失整个形的质感把轮廓、底线，我们把这形给切出来。堆积的部分，我们用小点剪做一点点柔和就可以了。后面底线的长短差不多，我们呢只要把这个形状做一个微调就可以了。从后面中心线这里开始，向上，大概向上的下刀角度约15度左右，向上，把这个形做一个调整。其实长短已经差不多了，这块稍微多了一点点出来，把这个向上的一个线呢做得更加的立体，不要做一个圆弧。这样去调整一点点这个长度包括这个形状就 OK 了底线这样切好之后呢，我们再去把这个底线地方用小点剪不要去破坏这个形态，再用小点剪的方式把这个平切口做一点点柔和不要太碎不要太碎。一定要保留我们原有的质感这种非常实的质感。来到了侧区，侧区的地方我们可以先去把这个重量呢跟后面的重量一样，先做非常小的点紧。底线地方也点一下，一定要梳通顺。然后再去把这些轮廓看着不干净的地方把后面长的这个地方分开，把底线切干净一点点。切过的地方呢，再非常小点剪，点揉一点点，那么这个轮廓就干净了这样呢，底线切干净之后，夹角弧这个形它就会出来这个角一定不能被剪短了刚好跟上面这个重量跟上面这个弧度形成一个夹角这就是夹角弧线。这一侧呢，我们去把这个形状底线的形状调整一下，长短也差不多了，剪到大概15度向上的角度，把这个底线切得更加的直，更加的立体向上，不要去剪一个圆弧形，直线向上。然后剪过的底线的地方呢，再去通过小点剪做得非常的细腻的柔和。
好，底线部分完成之后呢，把上面这个堆积面切口不要去剪太多啊，不需要去点太多。这种横向的提拉，用梳子垫起来，把每一层做非常小的点紧。一旦这个切口点的越多，肯定会破坏掉我们这个堆积面的质感，它就体现不了这种形体的厚实度。把每一个面啊都这样点一下，从下往上这样一层一层的方式。好，接下来呢，再去把后面这个角分开，再去剪这个外线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碰到了后面这个角。先跟随我们这个后高前低这个形状，平的向前，把平面上这些不干净的点掉，再斜的向下，要通过这几个面，才能去得到一个干净的外线。那么靠近内层的地方呢，可以通过这个点的方式，把内层一些不干净的点掉。这样呢，这个外线就干净了。好，那我们这一款形体系列放射结合三角堆积夹角弧这个形体就已经完成了啊。通过它可以更好的让我们去提升剪短发的一个控制力啊，对于形体的把控，好吗？那我们这一集呢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一集见，拜拜。